三 I 阿特拉斯明天將到達近日點，距離太陽僅僅 1.36 個天文單位，屆時將是它最神秘的時刻。如果它是外星文明，那它就有可能在太陽的掩護下向地球釋放探測器；如果它就是一顆普通的彗星，那它表面揮發物將大規模噴發，短期內亮度劇增，也有可能直接被太陽的力量粉碎。但遺憾的是，在這樣的關鍵節點，人類卻無法從地球上直接觀測到它。從地球上看去，太陽耀眼的光線會徹底掩蓋它的蹤跡，即便是地面上最強大的望遠鏡，也無法分辨出它那微弱的反射。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完全失去了它的行蹤，因为在太陽的軌道上仍有多顆衛星探測器在運行，它們都有可能拍攝到有關三 I 阿特拉斯的畫面。SOHO 太陽探測器，全稱太陽與日光層觀測探測器，是由 NASA 和 ESA 在1995年發射的探測衛星，主要用於研究太陽內部的震盪與外層日冕的結構。但它有一個意外的驚人成就，在過去近30年裡，SOHO 探測器發現了超過4500顆彗星。三 I 阿特拉斯身後的 C2025R2 Swan 彗星就是它發現的，它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發現彗星最多的探測器。它搭載的 LOSCO 儀器通過遮擋太陽的中心光球，讓周圍的日冕結構得以顯現，而任何接近太陽的彗星，甚至微小的塵埃顆粒，都會在它的視野中劃出一條亮線。在三 I 阿特拉斯即將掠過近日點時，它極有可能短暫進入 SOHO 探測器的觀測範圍。屆時，我們或許能在它的日冕影像中看到一個微弱的移動光點。Stereo 探測器，即對日地之間的物質和能量流進行監控的探測器。Stereo 其實是2顆探測器 ，Stereo A 和 Stereo B。它們在2006年發射後，沿着與地球不同的軌道，分別在前方和後方觀測太陽。這種雙探測器系統的意義在於，它可以讓科學家從不同角度立體地看見太陽。當三 I 阿特拉斯繞行到太陽的背後時， Stereo A 的觀測角度可能恰好能捕捉到它的軌跡，並且它攜帶的成像系統與 SOHO 探測器類似，可以監測太陽周圍的彗星、等離子體噴流以及行星反光。NASA 的科學家正在重新調度它的觀測方向，希望在三 I 阿特拉斯到達近日點時能捕捉到可能的反射變化或彗尾形成跡象。Solar Orbiter 太陽軌道飛行器，這是一顆專門用於近距離研究太陽的探測器。它攜帶的 METIS 日冕儀可以拍攝可見光和紫外波段的日冕結構。如果三 I 阿特拉斯在近日點發生氣體噴發或解體，它或許會拍到獨特的影像，例如尾部結構的快速變化、噴流角度的改變或異常的極化光特徵。這些數據將成為研究星際天體與太陽高能環境交互的重要資料。但是它距離太陽太近，僅僅只有 0.28 個天文單位，大概率無法直接拍攝到相對距離比它還遠的三 I 阿特拉斯。最後便是帕克太陽探測器。帕克號的任務主要是探測太陽風、磁場和日冕物質噴發。雖然它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成像相機，但它搭載的 WISPER 廣角成像系統能夠在太陽風中觀測彗星、塵埃流和等離子結構。它可能會捕捉到被太陽風剝離的塵埃流或氣體尾跡。這對於理解星際天體在強輻射環境下的物質損失機制是一次極其珍貴的機會。但它也距離太陽太近，且移動速度過快，只有在帕克號、彗星與太陽三者位置合適時，它才有可能拍攝到關於三 I 阿特拉斯的影像。總而言之，如果我們這些現有的太陽探測器能有一個拍到三 I 阿特拉斯掠過的身影，這將給科學家帶來極高的研究價值。更重要的就是，這大概率能對它的真實身份有一個明確的定論。